我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同事要流掉的孩子塞了回去，只因上辈子他故意糟蹋自己的身子，用未出世的孩子当筹码讹我100万，那100万变成了索命的符咒，让我惨死在货车轮下。我到死都记得那杯奶茶，3分糖少冰加珍珠，是同事最喜欢的口味。那天他喝完后捂着肚子说：“我的肚子好疼。”我吓得手忙脚乱，第一时间送他去医院。先兆流产，需要住院保胎。我还在庆幸没有大事，同事的婆婆带着家人冲来。你这个毒妇，就是你！我儿媳妇好好的，喝了你买的奶茶就出事了，你必须赔我们100万，少1分都不行。奶茶是他自己要的，冰毒也是他要求的。可没有人听，公司第一时间撇清关系，主管暂停了我的工作，让我回家配合调查。我手里3个重点项目，一夜之间全部被抢走，季度奖、年终奖全部被扣，上个月的工资也被扣的只剩几百块。然而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同组的同事在朋友圈内涵，说我是故意害人家流产，编造很多不存在的事，指控我偷偷往杯子加东西，在背后诅咒未出世的孩子。我的个人信息被发到网上，我成了全网唾骂的对象。每天醒来，手机有上百条辱骂，家门口被泼了红油漆，写着杀人偿命4个大字。邻居们用异样眼光看我，房东当天找上门，限你3天之内必须搬走。只有我的男友自始至终没有放弃我。这是我攒的10万块积蓄，全部给你。又向朋友四处借钱，求你借我点钱救急。哪怕被人嘲笑、被人质疑，也始终陪着我，一遍遍地安慰我。晴晴别害怕，有我在，我一定能帮你凑够钱，一定能还你清白。我给老家的父母打电话，想寻求一点安慰，却只得到我妈劈头盖脸的一顿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人家怀孕你还惹她，现在全天下都知道我们家出了个害人精，你赶紧赔钱了事。我爸也在旁边补充：自己惹的事儿自己解决。挂了电话，我靠在男友怀里哭了整整1夜，他紧紧抱着我，一遍遍地说会好起来的。可我知道一切都回不去了。没了工作后，我投了几10份简历，全部石沉大海。只要对方查我的背景，知道奶茶事件，就会立刻拒绝我。我从月薪过万的运营骨干，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男友依旧没有放弃，他每天打2份工，省吃俭用，只为多帮我凑一点钱。哪怕日子过得再难，也从不让我受一点委屈。可我们凑来凑去，也只有15万，离100万还差得太远。走投无路之下，我只能答应和对方协商。那天在派出所门口，男友紧紧牵着我的手，眼神坚定地看着我，给我力量。我低着头向那一家人解释，我真的没有钱，最多只能凑出15万，这已经是我全部的积蓄了。同事的婆婆立刻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15万，你打发叫花子呢？我孙子的命可不止15万，今天不拿100万出来，你别想走！”她一边骂一边拽我的胳膊，男友立刻挡在我身前，想护住我，却被同事的弟弟一把推开，狠狠摔在地上。我挣脱后踉跄着后退，正好退到马路上，然后是那辆疾驰而来的货车。我看见男友疯了一样冲过来，撕心裂肺地喊着我的名字。意识彻底陷入黑暗之前，我只有一个念头：如果能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再当烂好人。我要让这些人血债血偿。一只手在我眼前晃了晃，熟悉的声音钻进耳朵。我猛地睁开眼睛，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冷汗瞬间浸透后背衬衫。我下意识摸自己的胳膊腿，触感温热，没有伤口，没有骨头碎裂的剧痛，我还活着。我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办公室，打印机发出滋滋的声响，空气中弥漫着咖啡味，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季晴，你发什么呆呢？你怎么了？脸色这么白？这天太热了，我们一起拼单买奶茶吧，我请你喝。奶茶2个字像针扎进心里，我猛地看向电脑屏幕，看清右下角的日期后，我才终于确定我重生了。距离我被货车撞死还有整整7天。我趴在桌子上，肩膀不受控制的颤抖，无声的哭了起来，不是害怕，是劫后余生的狂喜。那些被网暴的日夜，被全世界抛弃的绝望，还有骨头碎裂的剧痛，都历历在目。但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擦干眼泪，抬起头，眼神里再也没有温和，只剩下冰冷的坚定。我不想喝奶茶，我在减肥，拒绝一切饮料甜品。李晶愣住了，显然没想到我会拒绝他。在他印象里，我一直是个老好人，谁找我帮忙都不会拒绝。减什么肥啊？喝一杯又不会胖。你上周不是办了信用卡吗？买单有满减，用你的卡划算。不买，万一喝出事了，我负不了责。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李晶的头上，她的脸色瞬间沉下来，语气也变得不好了。季晴，你怎么这么小气？不就是一杯奶茶吗？能出什么事？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赵莹莹在一旁附和：季晴，我看你就是小气，都是同事帮个忙怎么了？一杯奶茶才多少钱，至于吗？我冷笑一声，转头看向赵莹莹：你那么热心，那你来吧。
吧，反正都是同事。我可是看见了，你昨天刚买了10张奶茶优惠券，比我的信用卡划算多了。赵莹莹的脸色顿时一滞，眼神躲闪了一下。不好意思啊，静姐，我的优惠券都用完了。李静看着她，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满，但也没说什么。她冷哼一声，转身回到自己的工位，拿出手机自己点了奶茶。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冷笑，原来不用别人帮忙，她自己也能买奶茶。其实整个办公室的人早就受够了李静，自从她怀孕之后，就把自己当成了女王，全公司的人都得围着她转。每天早上她都迟到半小时，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指使离她最近的同事。她自己的工作永远做不完，一到下班时间就收拾东西，把繁琐的活全部推给别人。30多度的夏天，她不让开空调，说吹空调对宝宝不好，全办公室的人都忍着热，她自己却拿着小风扇吹。谁要是在办公室吃味道大的，她立刻捂着鼻子咳嗽，说味道刺鼻，熏到宝宝。有一次老周带了韭菜盒子，被她逼着在楼下站半小时，吃完了才让上来。全公司的人几乎都被她使唤过，也都被她指责过，大家心里都有怨言，只是碍于孕妇的身份，敢怒不敢言。我以前也是这样，觉得她怀孕不容易，能帮就帮一点，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的好心最后换来了那样的下场。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李静又走了过来，伸手就想拉我的胳膊。季晴下班，我们一起走吧，我坐你的小电驴。下班高峰期打车太难了，你的小电驴多快啊！我猛地甩开他的手，后退一步，避开他的触碰。我那小电驴带不了人，没多的头盔，太不安全了。李静脸色骤变，怎么就不安全了？以前你不也带过我吗？你怎么这么小气啊？顺路带我一下，怎么了？我再次拒绝，拿起桌上的包，转身就走，骑上小电驴头也不回地冲出公司大门。从后视镜里，我看见李静站在公司门口，气得直跺脚。我心里没有丝毫愧疚，只有后怕。上辈子就是因为我心软，顺路带了他几次，他才觉得我好欺负，什么事都找我。最后那杯奶茶也是因为我一次次迁就，他才理所当然让我帮忙买。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公司，手机就响了，是李静发来的微信。季晴，帮我带一份早饭，你们家楼下那家杂粮煎饼，加2个鸡蛋和脆骨肠，不要香菜，不要辣。我看着这条消息嗤笑一声，这辈子我才不会再让他有机会讹上我。我直接回了2个字，不带。没过10秒钟，李静的电话打了过来，我没有接，直接挂断，然后把手机调成静音。等我打完卡走到工位，李静正坐在我的椅子上，脸色铁青的看着我。看见我过来，她腾的一下站起来，劈头盖脸就训斥：季晴，你什么意思？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煎饼呢？我都快饿死了。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抬起头看向我们这边，我放下包，冷冷的看着他，饿了你就自己买，我没有义务天天伺候你，你的孩子又不是我的，更不是全公司的。我的声音不大，却足够让所有人听见。李静被我怼得愣在原地，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不给面子。过了好几秒，他才反应过来，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季晴，你怎么能这么说？如果你早跟我说你不带，我就自己买了。现在我没吃的，你让我一个上午怎么熬过去？赵莹莹一向喜欢跟我作对，每次见我被李静使唤，她脸上都藏不住的幸灾乐祸。上一世甚至不惜造谣让我身败名裂，但我根本没惹过她。季晴，你也太过分了，静姐怀着孕呢，饿坏了怎么办？你怎么能这么冷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冷笑一声，拿出手机，点开和李静的聊天记录，直接转发到公司大群，并且艾特了李静。聊天记录显示，早上我明确说了不帮她带早饭，是她自己非要等，现在没饭吃，也只能怪她自己。群里瞬间安静了，几秒钟后，开始有人偷偷发偷笑的表情，有人私信我说：季晴，你真勇啊，我早就想这么干了。我回了一句：怕什么？我又不是她老公，凭什么惯着她？自从她怀孕，我们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在自己家当女王就算了，到公司还想摆谱。李静拿着手机看着群里的聊天记录，脸涨得通红。季晴，你赶紧撤回。我双手一摊，一脸无辜，撤回不了了，超时了。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怨毒。然后他一转身，踩着高跟鞋，气冲冲地走向主管赵斌的办公室。我看着他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容。李静、赵斌、赵莹莹，这只是开始。上辈子你们欠我的，这辈子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李静冲进赵斌办公室，眼泪已经掉了下来。他反手关上门，也不管赵斌正在打电话，一屁股坐在对面椅子上，捂着肚子就开始哭。表哥，你可得给我做主啊！季晴她欺负我。赵斌连忙挂了电话，皱着眉头递过去一张纸巾，问是谁欺负了他。他紧接着就指控我不帮他带早饭，还把聊天记录发到公司大群，让全公司的人看他的笑话。他越说越委屈，声音也拔高了几分。我知道我怀孕之后麻烦大家了，可我也不是故意的。我身体不舒服，
让同事帮个小忙怎么了？他激情就这么容不下我，是不是看我怀孕了，想趁机把我挤走？赵斌的脸色沉了下来。她和李静的婆婆是亲姑侄，当年她能进这家公司，能坐上主管的位置，全靠她姑姑托了大老板的关系。李静也是她一手安排进来的，本来想着让她混个轻松岗位，安安稳稳生孩子，没想到被新来没2年的丫头欺负。这要是传出去，她这个主管的脸往哪搁？以后还怎么管下面的人？这事儿我会处理的，我一定给你出气。那个季晴，我早就看她不顺眼，我这就叫她过来。李静擦干眼泪，满意的走了。出门的时候，她特意往女主工位看了一眼，眼神里充满了挑衅。我看着她得意的背影，心里冷笑。我早就料到她会去找赵斌告状，也早就做好了准备。果然没过2分钟，内部通讯软件弹出消息，赵斌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我放下手里的鼠标，整理了一下衣服，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敲了敲门，里面传来赵斌不耐烦的声音。我推开门走进去，赵斌正靠在椅背上，脸色阴沉地看着我。他开口就说：“我今天太过分了，能在一起共事是缘分，大家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质问我为什么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我心里冷笑，面上却不动声色，直接问他我到底哪里过分了？我只是拒绝了帮李静带早饭，这也有错吗？赵斌的脸色更难看了，他说：“我拒绝就拒绝，为什么要把聊天记录发到群里？说我让李静的脸往哪搁？又搬出李静怀孕的事，说她情绪不能激动，万一气出个好歹，问我负不负得起责任？”我听着这番话，只觉得可笑。我发群里只是想澄清事实，不然大家都以为是我故意不给她带早饭，让她饿肚子。而且带早饭是情分，不是本分，我没有义务天天伺候她，她也没有权利要求我必须帮她。赵斌被我顶得一噎，憋了半天才挤出一句：“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这么不给人留面子。同事之间应该互相体谅，互相帮助。”我忍不住笑了一声。那李静体谅过我们吗？30多度的天不让开空调，仗着怀孕把工作全推给我们做，随便指责别人，把我们的体谅当成了理所当然。我看着赵斌的眼睛，一字一句的开口：“赵主管，你也教教我，怎么才能做到被人当庸人使唤，还能笑着说我乐意？”赵斌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心里清楚我说的都是实话，李静平时的所作所为他都看在眼里，只是因为是亲戚，所以他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被我当众戳穿，他也无话可说。过了许久，他才深吸一口气，压下心里的怒火，换了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说：“西大的那个合作方案让我来做，下周5之前给他出稿。”我心里一惊，西大的项目是公司今年重点，预算高，影响力大，本来是赵斌留给自己的，想靠这个项目冲业绩，争取年底升职，怎么会突然交给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赵斌又开口了：“公司官方自媒体账号从今天起交给李静维护，你下午把账号密码整理好，跟他交接一下。”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我一手创立的，从最开始的0粉丝到现在的10万粉丝，每一条视频，每一篇文案都是我熬了无数大夜做的。为了这个账号，我连续3个月没有休息，甚至连男朋友的生日都忘了。所有运营逻辑和粉丝数据只有我清楚，李静从来没有接触过运营，她根本做不了。现在赵斌一句话就要把我辛苦做的账号交给什么都不会的李静。这件事经理知道吗？赵斌不耐烦道：“账号是公司的，不是你个人的。公司安排谁做谁就做，你服从安排就好了，不用问那么多。”我懂了，这就是我不听话的代价。他抢不走我的能力，就抢走我的劳动成果。他以为把账号交给李静，李静就能坐享其成，就能踩着我的功劳往上爬。他以为这样就能打垮我，就能让我以后乖乖听话，真是太天真了。我看着他得意的嘴脸，心里冷笑一声。既然他这么想把账号给李静，那我就给他。我倒要看看李静能把这个账号做成什么样子。我点头同意。赵斌没想到我这么轻易答应，愣了一下，随即更加得意。这就对了，年轻人要懂得服从安排，不要太锋芒毕露。我转身走出了办公室，迎面对上李静，她正拿着小镜子补口红。赵莹莹看见我出来，一脸好奇的打探：“季晴，你要做方案啊？真是能者多劳。”李静笑起来：“她一个小姑娘肯定要多多锻炼了。西大那边的张总可是个要求严格的主。”看着他们一唱一和，我笑了笑，说得对，静姐怀孕，到时候休产假，她的位置肯定要空出来的，也不知道谁有能力顶上去。赵莹莹闻言，脸色顿时一滞。我回到工位上，没有立刻给李静账号密码，而是先打开电脑，开始做交接表，做事留痕。这是我上辈子用命换来的教训。我把账号的所有信息，包括登录账号、登录密码、后台管理权限、绑定的手机号、银行卡，一条一条列在交接表上。每一项后面都注明了，自交接之日起，该账号的所有运营责任、法律责任及经济责任均由接收人李静承担。我还特意打印了3份，一份给李静，一份给人事部，一份自己留存。做完这一切，我才拿着交接表走到李静面前，签字吧。李静看都没看交接表内容，大笔一挥就签下了名字。不就是一个破账号吗？
至于这么麻烦，我没有说话，等他签完字，把账号密码发给了他，然后我拿着另外2份交接表，一份送到了人事部，让人事专员签字存档，一份放进自己的文件夹，锁进了抽屉。做完这一切，我又在公司大群里艾特赵斌，说明已完成自媒体账号的交接工作，自今日起，该账号的所有事宜均由李静负责。赵斌回了一个好，我立刻截图保存到手机的加密相册里。对面的李静已经迫不及待登录了账号，他看着后台10万粉丝的数字，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仿佛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原来有这么多粉丝啊！看来运营也没什么难的嘛。静姐这么聪明，肯定能把账号做得更好，到时候粉丝涨到100万，让公司给你发奖金。等他真正开始做的时候，就知道有多难了。我没有理会他们，转身回到自己的工位，打开了西大项目的资料。果然不出我所料，李静接手账号的第一天就出了岔子。下午3点多，公司大群里突然炸开了锅，有人发了一张截图，是公司官方账号刚发的动态，内容居然是公司内部工资表，上面清清楚楚列着所有员工的工资和奖金，整个公司都轰动了。李静也看到了群里的消息，吓得脸都白了。他手忙脚乱想要删除动态，可是越急越出错，点了半天都没点对地方。等他终于删掉的时候，已经过去了10几分钟。这条动态已经被几百人看到，还有人截图保存了下来。赵斌也看到了，气得在办公室里摔了杯子。他冲出来对着李静大吼，李静低着头不敢说话。他偷偷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求助。我假装没看见，继续低头看自己的资料。当初是他自己抢着要做的，现在出了事别来找我。最后还是赵斌亲自出面，在群里发了公告，说这是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已经对相关人员严肃处理，这件事才勉强压了下去。可这只是开始。第二天，李静发了一条自己拍的视频，视频画质模糊，声音嘈杂，内容就是他对着镜头念了一段公司的介绍，念得磕磕巴巴，还念错了好几个字。这条视频发出去之后，播放量只有可怜的几百，评论区全是吐槽。仅仅1天，账号就掉了1000多个粉丝。李静急了，跑过来问我，以前你发视频播放量都是几万的，怎么我发的就没人看啊？你教教我呗。我没有停下手头上的工作，不好意思，我现在要做西大的方案，很忙，没有时间教你。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去问赵主管，是他安排你做这个的。李静碰了一鼻子灰，气呼呼的走了。他又去找赵斌，赵斌也不懂运营，只能瞎指挥，让他多拍点美女帅哥，多搞点抽奖。结果抽奖搞了，钱花了不少，粉丝没涨几个，还引来一堆羊毛党，账号的数据更差了。接下来的几天，李静每天都在出洋相，不会写文案就从网上随便抄，结果被原作者找上门，要求删除并道歉，差点惹上官司。不会剪视频就用系统自带模板，剪出来的视频千篇一律，毫无新意。有广告商来找合作，他不知道怎么谈价格，差点把10万的广告费报成1万，还是广告商看不下去，主动提了价。赵斌每天都被李静气得头疼，可账号是他亲手交给李静的，他也不好说什么，只能自己跟着擦屁股。而我正好乐得清静，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西大的方案中。这个项目确实很难，西大是本地最好的大学，对合作方的要求非常高，之前已经有3家公司的方案被他们驳回了，而且赵斌只给了我2周时间，还不给我配任何帮手，所有的工作都要我一个人完成。每天早上我第一个到公司，晚上最后一个走，周末也不休息，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做调研。男朋友陈默心疼我，每天晚上都来公司陪我，他会给我带热腾腾的晚饭，帮我整理资料打印文件，我加班到几点他就陪我到几点。别太累了，身体要紧，实在不行咱们就不做这个项目，又不是离了这个项目就活不了。我抬起头看着他温柔的眼睛，笑了笑。这个项目我必须做好，我不仅要做好，还要做到最好。我要让赵斌和李静看看谁才是真正有能力的人。我要让他们知道，抢走我的劳动成果没有用，他们抢不走我的能力。沉默叹了口气，没有再劝我，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我旁边，陪着我，给我力量。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浓，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沉默2个人。我看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又看了看身边的沉默，心里充满了动力。还好有他一直在我身边，上辈子我就是因为太软弱，太在乎别人的看法，才落得那样的下场。这辈子我不会再那样了，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夺回属于我的一切。我低下头继续敲打键盘，电脑屏幕的光映在我的脸上，眼神坚定而明亮。账号的烂摊子越来越收不住，短短1周10万粉丝掉了快2万。之前谈好的3个广告商集体解约，其中1个还要求公司赔偿违约金。经理把赵斌叫到办公室骂了1小时，声音大到整个运营部都能听见。赵斌灰头土脸的出来，脸黑得像锅底。他不敢骂李静，毕竟是姑姑的儿媳，骂了就是打姑姑的脸，只能把火气全撒在我身上。西大的方案再加2个备选方向，明天中午之前给我。还有李静那边的视频脚本，你也帮忙写一下。她一个孕妇哪有精力搞这些？我解释手里的主方案还没做完，没时间写脚本，而且账号已经交接给李静了，他的工作应该他自己负责。赵斌压根不听解释。我是主管还是你是主管？让你做你就做，能者多劳，懂不懂？公司养你不是让你闲着的。能者多劳，也不能让能者替无能的人擦屁股。主方案下周5就
就要交，我连睡觉的时间都快没有了。要是因为写脚本耽误了7大项目，这个责任谁来担？你要是敢担，我现在就写。赵斌被我噎得说不出话，他当然不敢担。7大的项目要是黄了，他这个主管也就做到头了。他咬了咬牙，狠狠瞪了我一眼，转身走了。路过李静工位的时候，他压低声音说：“你自己想办法。”然后头也不回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关上了门。李静的脸瞬间垮了下来，他看着电脑屏幕上惨不忍睹的数据，又看了看旁边幸灾乐祸的赵莹莹，心里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看什么看？没事干嘛？没事干，把这个月的考勤表整理了。赵莹莹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她咬了咬嘴唇，没敢反驳，只能低下头，默默地拿起了考勤表。我看着这一幕，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我之前那句李静产假，不知道谁能顶她的位置，像一根刺扎在了2个人的心里。李静越来越防着赵莹莹，她不再让赵莹莹碰自己的电脑，也不再跟她说公司的内部消息，甚至连喝水都要自己去接，生怕赵莹莹趁机抢了她的工作。而赵莹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讨好，她开始偷偷观察李静的工作，偷偷记下来账号的后台操作流程，还经常跑到人事部打听转正的消息。她心里清楚，李静没想帮她转正，之前的承诺不过是利用她罢了。2个人表面上还和和气气，暗地里已经较上了劲。办公室里的气氛越来越微妙。老周偷偷凑到我身边，压低声音说：“我厉害，在这公司从来没人敢硬刚赵斌。”而我也只是实话实说，总不能因为他是主管就可以随便欺负人。老周赞赏的点头：“以前我们就是太好说话了，让李静蹬鼻子上脸。现在好了，有你带头，大家都敢说不了。你看现在没人帮他接水，没人帮他打印文件，他自己也得乖乖去做。”我往李静的方向看了一眼，他正挺着肚子，费力地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笔，脸上满是不耐烦。我收回目光，心里没有丝毫同情，这都是他自己选的。下午3点多，我起身去卫生间，刚走进隔间锁上门，就听见外面传来了脚步声，紧接着是李静压低声音打电话的声音。我心里一动，立刻屏住了呼吸，掏出手机按下了录音键。妈，你别催了，我都说了激情不上当，他现在油盐不进，什么忙都不帮，我怎么找机会讹他？上次让他带早饭，他直接把聊天记录发群里了，差点让我下不来台。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李静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几分，又赶紧压下去。他弟弟李强又欠了50万网贷，催债的说了，再过3天不还钱就卸他一条腿。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李强被打死。她老公说他是伏地魔，要跟他离婚，而她婆婆只知道关心她的金孙子。最让我震惊的是，李静早就查过了，她知道自己孕酮低，医生说随时都有可能流产，所以她想利用孩子讹钱，被讹上的怎么也得赔个几十万。而我不接她的招，现在赵莹莹最好利用，她已经跟赵莹莹说了，等她休产假就帮她跟赵斌说转正的事。赵莹莹现在对她言听计从，她说什么都信。电话挂了，我坐在马桶上浑身冰冷，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虽然我早就猜到她是故意的，可亲耳听到这些话，还是觉得不寒而栗。那是她的亲生骨肉啊，为了给不成器的弟弟还债，她居然能狠心牺牲自己的孩子，还精心策划了一场讹诈。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自私、这么狠心的女人？上辈子我就是被她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骗了，我以为她真的是因为喝了我买的奶茶才流产的。我心里充满了愧疚，甚至一度觉得自己真的是个罪人，直到死我都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的戏。我紧紧攥着手机，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录音还在继续，我听见李静洗了洗手，然后脚步声渐渐远去。又过了10几分钟，确认他已经走远了，我才从隔间里走出来。我走到洗手池边，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了把脸。冰冷的水让我混乱的思绪清醒了一点。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神冰冷。我把录音备份了好几份，分别存在了手机 U 盘和云盘里，然后才走出了卫生间，绕去销售部拿了数据资料表。回到办公室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甜的水果香。赵莹莹正端着一个大大的水果拼盘，挨个分给同事。大家尝尝我特意买的进口车梨子和草莓，可甜了。她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走到李静面前，把最大的一块芒果递过去。静姐，这是你最喜欢的芒果，我特意给你留的。李静接过芒果，咬了一口，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还是莹莹你懂事，不像有些人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她说着，意有所指地看了我一眼，我没有理会她，只是看着赵莹莹淡淡的开口。外面的水果拼盘大多不卫生，很多都是用烂水果切的，小心吃坏肚子。赵莹莹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她心里其实也有点打鼓。刚才买水果的时候，她就看见老板把几个有点烂的地方切掉，剩下的切成了块。可是为了讨好李静，为了转正，她还是装作没看见。现在被我当众点破，她脸上有点挂不住，立刻嗤笑一声。
你别危言耸听了，我买的可是最贵的进口水果，怎么可能是烂的？你就是嫉妒我给大家买水果，自己舍不得买。李静替赵莹莹辩解。莹莹，好心给我们买水果，你不领情就算了，说什么风凉话？其他同事也都尴尬的笑了笑，没人说话。我耸耸肩，不再多说，话我已经说到了，听不听是他的事。既然他非要往火坑里跳，那我也拦不住。大家吃完水果，各自回到工位上继续工作。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键盘敲击的声音。我低着头，假装在看资料，眼角的余光却一直留意着李静的动静。我看见他时不时地捂着肚子，眉头皱得紧紧的，脸色也越来越苍白。我知道他的戏要开场了。果然没过10分钟，李静突然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她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捂着肚子，身体晃了晃，然后慢慢蹲了下去。我见红了，我的孩子！整个办公室瞬间炸开了锅，大家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问：怎么了，静姐？要不要紧？快叫救护车，赶紧送医院，别乱动，先躺着躺着，舒服点。赵莹莹吓得脸都白了，她蹲在李静身边，手都在抖。静姐，你别吓我啊！怎么会这样？刚才还好好的。李静一把抓住她的手，紧紧地攥着，指甲都快嵌进她的肉里了。莹莹，只有你对我最好，你陪我去医院好不好？我害怕，我一个人不敢去。赵莹莹看着她痛苦的样子，又看了看周围的同事，只能硬着头皮点头。我站在人群外面，冷静地看着这一切。我拿出手机，打开录像功能，把眼前的场景全部录了下来。救护车很快就来了，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跑进来，小心翼翼地把李静抬了上去。赵莹莹慌慌张张地跟着跑了出去，连包都忘了拿，看着救护车呼啸着远去。办公室里的人都议论纷纷，怎么会突然见红呢？刚才还好好的，会不会是吃水果吃的？刚才就吃了水果拼盘？不会吧，我们都吃了，怎么就他有事？谁知道呢？孕妇本来就娇气。我关掉手机，走到赵斌的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得到应允后，我推开门，赵斌正烦躁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赵主管，静姐出事了，赵莹莹陪她一起去医院了。我想请个假去医院看看情况，毕竟都是同事，我也放心不下。赵斌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我转身走出办公室，拿起自己的包，快步离开了公司。我当然不是去关心李静，我是去看戏的。这场他精心策划的大戏，我怎么能缺席呢？我打了一辆车，跟在救护车后面，朝着医院的方向驶去。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我看着手机里的录音和视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容。市医院的急诊区永远弥漫着消毒水和酒精混合的刺鼻味道，混杂着病人的呻吟和家属哭声，压得人喘不过气。我赶到的时候，李静刚被推进观察室，走廊的长椅上，赵莹莹缩成一团，双手紧紧攥着衣角，脸色白得像纸。她面前的地上扔着好几个揉皱的纸巾团，肩膀还在一抽一抽的发抖。我没有上前，只是站在走廊尽头的柱子后面，远远地看着。没过10分钟，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李静的婆婆、老公、亲妈，还有游手好闲的弟弟李强，呼啦啦来了一群人，一个个脸色铁青，气势汹汹，像是来寻仇的。走在最前面的老太太一眼就看到了赵莹莹，她3步并作2步冲过去，指着赵莹莹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个扫把星，是不是你害死我孙子的？”她的声音又尖又利，整个走廊的人都看了过来。赵莹莹吓得猛地站起来，往后退了一步，结结巴巴的辩解，哭着说：“真的不是她，她怎么可能害静姐？她那么尊敬她。”李静的婆婆不依不饶，让她跟着进去看儿媳妇儿，要是保不住孩子，就让她偿命。婆婆伸手就要拉赵莹莹，赵莹莹吓得往后躲，喊着别碰她。这一下彻底激怒了老太太，她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就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喊造孽，说赵莹莹害死了她的金孙子。大家快来看，这个小姑娘心肠歹毒，害死了未出生的孩子，还有没有王法了？周围的人纷纷围了过来，对着赵莹莹指指点点。听着周围人的议论，赵莹莹彻底崩溃了，她捂着脸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我站在柱子后面冷冷地看着这一切，眼前的场景和前世何其相似，只不过那时候被围在中间，被所有人指指点点的人是我。我拼命地解释，拼命地道歉，可没有人听，所有人都认定了我是凶手，用鄙夷和愤怒的眼神看着我。而现在风水轮流转，赵莹莹哭着哭着，突然抬起头，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柱子后面的我，她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指着我喊：“都是他干的，跟我没关系。”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到了我的身上，老太太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带着一家人气势汹汹地朝我冲了过来。赵莹莹说：“我就早就知道水果有问题，质问是不是我在水果里下了药，想嫁祸给他。”王磊也冲过来，说他老婆跟我无冤无仇，问我为什么要害他。李强更是叫嚣着别跟我废话，要先打我一顿。我后退一步避开了他的手，同时大声喊：“保安，这里有人闹事！”不远处的2个保安听到喊声，立刻跑了过来，挡在了我和他们之间。大家冷静点，医院里不许闹事，有什么问题好好说，
再动手我就报警了。李静的婆婆撒泼说我害死了她孙子，警察来了也得给她做主。我整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平静地看着他们。我没有害李静，也没有在水果里下药，公司有监控可以证明。我拿出手机，点开提前让技术部同事发的监控截图，截图里我一直坐在自己的工位上，要么在敲键盘，要么在看资料，从来没有靠近过赵莹莹的桌子，更没有碰过那个水果拼盘。你们看清楚，我连水果拼盘的边都没碰过，怎么可能在里面下药？至于我提醒赵莹莹水果不卫生，只是出于好心，外面的水果拼盘确实很多都不卫生，这是常识。赵莹莹不甘心地喊我胡说，我冷冷地看着她。当初是你自己抢着要给李静买水果，说进口水果干净，现在出了事不想着解决问题，反而想把脏水泼到我头上，到底是谁狠？我又点开和赵莹莹的聊天记录展示给大家，从来没有主动跟她说过关于水果的事。周围的人看完截图和聊天记录，议论的风向立刻变了。听着周围人的议论，李静一家人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老太太还想撒泼，被保安拦住了。保安说证据都摆在这了，跟人家没关系，再闹事就真的要报警了。王磊不死心，说就算我没下药，也是我乌鸦嘴。要不是我说水果不卫生，他老婆怎么会出事？让我必须赔钱，至少赔他们10万块，少1分都不行。我看着他们蛮不讲理的样子，摇了摇头，直接拿出手机拨通了帽子叔叔的电话。李静一家人面面相觑，都有点慌了。他们本来就是想讹钱，不想把事情闹大，现在我真的报了警，他们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没过10分钟，警察就赶到了。警察了解了情况之后，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到了医院的警务室做笔录。我把监控截图、聊天记录都交给了警察，一五一十地说明了事情的经过。警察做完笔录，明确这件事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我有责任，他们要求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再扰乱医院的正常秩序，将依法处罚。老太太还想争辩，被警察瞪了一眼，吓得不敢说话了。从警务室出来，已经是晚上6点多了，天已经黑了。医院门口的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洒在地上。我打了一辆车回公司拿我的包。公司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只有赵斌还在他的办公室里。听到我进来的声音，他推开门走出来，皱着眉头问李静怎么样了。我说还在观察室，具体情况不清楚，要等诊断报告。我今天受了点惊吓，想请明天上午的假调整一下状态。赵斌点头让我去，有什么情况及时跟他联系。我拿起包转身走出了公司，刚走到楼下手机就响了，是赵莹莹打来的。我接起电话还没说话，就听见赵莹莹歇斯底里的哭声。她质问我是不是满意了，说我是故意的，早就知道李静会讹人。我听着他的哭诉，只觉得可笑。是谁当初说我危言耸听，说我嫉妒他？是谁抢着讨好李静，上赶着给他买水果？现在出了事儿怪我？当初是我拿刀架在他脖子上逼他买的吗？是我逼着他陪李静去医院的吗？自己做的选择，自己承担后果，别什么事都往别人身上推。赵莹莹哭着说他们要她赔10万块，她1个月工资才4000块，她哪里有10万块给他们，求我帮帮她。我直接拒绝，她要是觉得冤枉就去法院起诉他们，要是觉得赔钱能了事就赔钱，这是她的事，跟我没关系。赵莹莹骂我冷血，说我们好歹同事一场，就眼睁睁看着她被他们欺负吗？我冷笑一声，当初她帮着李静指责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们是同事一场？她在背后说我坏话，说我嫉妒李静的时候，也没想过我们是同事一场。现在她落难了，想起我是同事了，晚了，挂了电话，我把赵莹莹的号码拉黑了。我不是冷血，我只是不想再被这些烂人烂事纠缠。上辈子我就是太心软，太在乎所谓的同事情分，才落得那样的下场。这辈子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第二天上午，我在家补了一觉，下午1点多，我收拾好东西去了医院。我不是去看李静，我是去等诊断报告。只有拿到医生的诊断报告，才能彻底洗清我和赵莹莹的嫌疑，才能让李静一家无话可说。刚走到住院部楼下，就看到赵斌急匆匆地从出租车里下来，他手里提着一个果篮，脸色很着急。我心里一动，悄悄跟了上去。走到李静的病房门口，我看到老太太正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抹眼泪。赵斌走过去，把果篮放在她身边，低声安慰。我猛地停住了脚步。原来如此，原来李静的婆婆真的是赵斌的亲姑姑。怪不得赵斌从一开始就处处偏袒李静，怪不得他会把我辛辛苦苦做起来的账号毫不犹豫地交给什么都不会的李静。原来他们是一家人。我靠在墙上，心里冷笑。上辈子我到死都不知道他们还有这层关系。我一直以为赵斌只是不明事理，没想到他根本就是故意的。就在这时，病房的门开了，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拿着一份报告走了出来。谁是李静的家属？老太太立刻从椅子上弹起来，扑到医生面前，抓住他的胳膊就哭。医生，我是她婆婆，我的孙子没事吧？你一定要保住我的金孙子啊！医生轻轻推开他的手。你先冷静点，孕妇目前情况已经稳定了，但是需要卧床休息至少1个月，否则随时都有再次出血的风险。婆婆一听孩子保住了，立刻喜笑颜开，连声说太好了。她就知道
他的大孙子命硬。医生把情况说清楚。这次出现先兆流产的症状，完全是患者自身的原因，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所有人都愣住了，老太太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怎么会是他自己的原因？明明就是吃了那个水果拼盘才出事的。医生耐心解释，他们给患者做了全面的检查，也化验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没有发现任何食物中毒的迹象。患者怀孕22周，孕酮值远低于正常标准，早在1个月前就给他开过保胎药，反复叮嘱他绝对不能吃生冷，不能熬夜，不能情绪激动，必须卧床休息。但是根据患者自己的陈述，他这1个月来每天至少喝1杯冰奶茶，经常吃冰水果冰淇淋，晚上熬夜追剧到1、2点，昨天还因为吵架情绪激动了大半天，这些都是导致他先兆流产的直接原因。如果他再不听医嘱，继续这样折腾，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他们也不敢保证能保住孩子。这番话掷地有声，走廊里瞬间安静了下来。李静的婆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尴尬的无地自容。王磊挠了挠头，眼神躲闪，不敢看医生，也不敢看赵莹莹。李强更是直接转过头，假装看风景。赵莹莹站在原地，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捂着嘴，肩膀剧烈的颤抖着。这么多天的委屈、恐惧、愤怒，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了出来。原来根本就不是他的错，凭什么冤枉他？凭什么让他赔钱？他为了讨好李静，每天给他端茶倒水，帮他做工作，给他买最贵的水果。结果李静自己不遵医嘱，导致先兆流产，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头上。他们差点毁了他的人生。老太太还想狡辩，就算不是水果的问题，也是你气的。赵莹莹气得浑身发抖，他连大声跟他说话都不敢。明明是李静自己天天在公司发脾气，跟这个吵，跟那个吵。赵斌脸色铁青，走到医生面前，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医生辛苦你了，以后一定会让他好好休息的。医生点了点头，又叮嘱了几句注意事项，然后转身离开了。走廊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人，气氛尴尬到了极点。赵斌转过头看着我和赵莹莹，语气生硬地说，既然误会解开了，那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大家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别伤了和气。说的倒是轻巧，我和赵莹莹2个人平白无故被冤枉，被他们围着骂了一下午，甚至差点被他们打。一句到此为止就想了事，我凭什么这么被他们欺负？做错了事就应该道歉。他不仅要给我们道歉，还要在公司大群里澄清事实，消除对我们的不良影响。李静的婆婆指着我破口大骂，你别得寸进尺，我儿媳妇受了这么大的罪，没让你们赔钱就不错了。不道歉也行，我有李静讹人的录音，我把录音交上去，告你们诬陷诽谤，你们赔我钱。这句话一出，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李静的婆婆瞬间变了脸色。是什么录音？李强和李静的妈妈站在一旁，脸都白了。我总不能平白无故被人冤枉，连一点证据都不留吧？你们要是不想这件事闹得人尽皆知，就乖乖道歉，否则我不介意让大家都看看你们一家人是什么嘴脸。赵斌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怨毒。他当然知道，如果这段录音被发到网上，会是什么后果。不仅李静会被全网唾骂，他这个包庇亲戚公报私仇的主管也会跟着身败名裂。他咬了咬牙，对着李静婆婆使了个眼色。老太太不甘心地瞪了我一眼，最终还是低下头。对不起，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不仔细听根本听不见。大声点，我听得见。老太太提高了声音，几乎是吼出来的。说完就别过头，再也不肯看我们一眼。还有李静，她必须在公司大群里公开道歉。会让她发的，让你们先回去。我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目的已经达到了，再纠缠下去也没有意义。转身朝着电梯口走去，赵莹莹跟在我身后，一边走一边擦眼泪。走到电梯口，她停下脚步，看着我低声答谢：季晴，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今天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摆摆手，不用谢我，我只是在帮我自己。你应该谢谢的是你自己，没有选择忍气吞声。电梯门开了，我走了进去，电梯门缓缓关上。我看见赵斌和李静的家人站在走廊里，一个个脸色阴沉，眼神怨毒地看着我。我毫不在意。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公司，就看到公司大群里有一条新消息，是李静发的，只有短短一句话：昨天的事是个误会，对不起大家。没有艾特我和赵莹莹，没有澄清事实，甚至连一句真诚的道歉都没有。群里一片寂静，没有人回复。我看着这条消息，冷笑一声，没有说话。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没关系，反正我手里有的是证据，等时机成熟了，我会让他把欠我的连本带利一起还回来。李静在医院住了1周，就出院回家保胎了。她出院那天
赵斌特意开车去接，还在部门里宣布李静在家远程办公，工资照发，奖金照拿。这个决定一出，整个部门都炸开了锅。凭什么他在家躺着，什么都不干就能拿全额工资？我们天天加班也没见多发1分钱，他那个账号都快作废了，还有脸拿奖金？谁让人家有个好表哥呢？主管都发话了，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大家在小群里议论纷纷，都对赵斌的决定非常不满。赵斌也知道大家有意见，但是他根本不在乎，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赶紧把这件事压下去，让一切恢复原状。可是他忘了，有一个人是绝对不会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的，那个人就是赵莹莹。自从真相大白之后，赵莹莹就像变了一个人，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整天围着李静转，也不再讨好任何人，她每天安安静静坐在工位上，埋头做自己的工作，一句话都不说。但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来，她心里憋着一股气。赵斌也看出来了，他本来就因为医院的事对赵莹莹怀恨在心，现在看赵莹莹这副样子，更是觉得她不顺眼。他早就想把赵莹莹开除了，一来是为了泄愤，二来赵莹莹是外包员工，开除她不需要赔偿，也不需要走复杂的流程，三来他想杀一儆百，让其他同事看看不听话的下场是什么。于是他开始故意刁难赵莹莹。周一早上，他把一摞厚厚的资料扔在赵莹莹的桌子上，把这3年的销售数据全部整理出来，做成可视化报表，要求明天早上交给他。这么多，我一个人干1天，怎么可能做得完？别人都能做完，怎么就你做不完？公司花钱雇你，不是让你在这里混日子的，做不完就加班。明天早上我要是看不到报表，你就不用来了。说完他转身就走，根本不给赵莹莹反驳的机会。赵莹莹看着桌上那摞足有半尺厚的资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咬了咬牙没有哭，她知道赵斌是故意的，他就是想找个借口开除他。那天晚上，赵莹莹在公司熬了整整1个通宵，她连晚饭都没吃，一直坐在电脑前，不停地复制粘贴计算做图表，眼睛熬得通红，手指也敲得发麻。第二天早上，当她顶着黑眼圈把厚厚的一沓报表放在赵斌面前的时候，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过关了。可是赵斌只是随便翻了2页，就把报表扔在了地上，指责他数据错了10几个，图表也做得乱七八糟。他要的是可视化报表，不是一堆废纸。赵莹莹委屈地说，她已经很认真地做了，这么多数据，她一个人1晚上根本不可能全部核对完。赵斌冷冷地说，那是他的事，他只看结果。既然他做不好这份工作，说明他不适合这个岗位，让他去人事部办离职手续。赵莹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他是不是要开除他，就因为这个。赵斌说，对，这是公司的决定，要是不服可以去劳动局告他。看着他冷漠的脸，赵莹莹终于彻底爆发了，他骂赵斌就是公报私仇，就因为医院的事怀恨在心，故意找借口开除他，骂他太卑鄙了。赵斌脸色一沉说，他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他再在这里闹事，他就叫保安了。赵莹莹彻底豁出去了，你现在就叫保安，我今天就要让大家都看看你这个主管是什么德行。你任人唯亲，包庇你表妹，现在还要开除我这个无辜的人，你配当这个主管吗？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抬起头看向这边，大家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静静地看着这一幕，没有人说话，但是所有人的眼神里都带着一丝同情和不满。赵斌的脸涨得通红，气得浑身发抖，他从来没有被下属这么当众顶撞过。很快2个保安跑了过来，赵斌让保安把赵莹莹给拖出去。不用你们拖，我自己走。赵斌，你别得意，你做的那些事迟早会遭报应，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说完，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转身走出了办公室。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有怨恨，有不甘，还有一丝释然。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果不是他当初一味讨好李静，一味的想走捷径，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但是赵斌的做法也确实太过分了。赵莹莹走后，办公室里恢复了安静，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平静只是表面的。赵斌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所有同事都寒了心。下午赵莹莹真的去了劳动局投诉，但是结果和我预料的一样，她是外包员工，劳动合同是和第三方公司签的，合同里明确写着，用工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劳务关系，不需要支付任何赔偿。劳动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种情况很难维权，最多只能帮他调解，让第三方公司多给半个月工资。赵莹莹不甘心，又去找了律师。律师看完他的材料，也摇了摇头说胜算不大。走投无路之下，他又给我打了电话。这一次我没有拉黑他。季晴，我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甘心，我辛辛苦苦工作了半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凭什么一句话就把我开除？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讨好李静，不要和他们走得太近，可是他不听，总觉得走捷径比努力容易。
结果呢？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许久，赵莹莹才低声说，她知道错了，如果时间能重来，她一定不会再那样做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是现在也不算太晚，离开这家公司，离开这些烂人烂事，重新开始。她还年轻，有的是机会。赵莹莹哭着说，她现在身无分文，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她不敢告诉爸妈，怕他们担心。我叹了口气，虽然我恨她当初落井下石，但是看着她现在这个样子，我也不忍心，真的不管她。我给他借了2000块钱，让他找新工作。赵莹莹在电话那头哭得更厉害了，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说之前是他对不起我，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以后好好工作，不要再想着走捷径了，踏踏实实的比什么都强。谢谢你，我知道了。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落在我的桌子上。赵莹莹的事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我和赵斌、李静之间的战争才刚刚开始。我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个被李静做得一塌糊涂的账号，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容。赵斌、李静，你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赵莹莹走后，办公室的气氛压抑了整整3天，没有人再敢随便和赵斌说话，也没有人再主动帮李静做任何事，大家都低着头，默默做着自己的工作，眼神里却藏着不满和疏离。赵斌对此视而不见，他依旧每天迟到早退，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把所有的工作都推给下属。李静则在家躺着，拿着全额工资，偶尔在群里发几条消息，指挥别人帮他打印文件、寄快递，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们以为只要拖一拖，这件事就会慢慢被人遗忘，可他们忘了，纸终究包不住火。周五下午，一条名为孕妇不遵医嘱先兆流产反额同事10万块的帖子突然出现在本地论坛首页，帖子里详细讲述了事情经过，还附上了医生的诊断报告、医院的监控截图以及李静婆婆撒泼的视频。发帖人没有透露姓名，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愤怒。帖子一发出来，立刻引爆了全网，短短2个小时，阅读量就突破了100万，评论区里全是网友的留言。越来越多的网友分享了自己被职场孕妇道德绑架的经历，话题拒绝职场孕妇特权很快冲上了热搜，公司的名字也被网友扒了出来。一时间，公司的官方账号下全是网友的骂声。事情闹得这么大，公司高层终于坐不住了，经理把赵斌叫到办公室，狠狠骂了一顿，限他3天之内解决这件事，否则就撤了他的主管职位。赵斌又气又急，回到办公室就摔了杯子。肯定是季晴干的，除了他，没人会干这种事儿。李静也在家里看到了网上的帖子，她又气又怕，立刻给赵斌打电话。表哥怎么办啊？现在全天下的人都在骂我，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啊？赵斌轻声安抚，别慌，这事儿交给我，我倒要看看他季晴能翻起什么浪。当天晚上，李静用小号发了一篇长文，颠倒黑白，把自己塑造成被同事欺负的可怜孕妇。她在文中写道，自己怀孕后身体一直不好，同事们都很照顾她，只有我一直针对她，嫉妒她结婚怀孕，处处作对，还故意诅咒她肚子里的孩子。后来自己身体不适住院，我不仅不关心，还到处散布谣言，说她是故意讹钱。现在又把事情发到网上，网暴她和她的家人，自己每天都活在恐惧中，好几次都想自我了断。长文的最后，他还配上了几张自己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的照片，博得了不少不明真相网友的同情。赵斌也立刻安排了几个水军在评论区带节奏，说我心机深沉，嫉妒心强，故意欺负孕妇。一时间，网上的风向开始有点动摇。看到网上的评论，李静和赵斌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扭转舆论，把脏水全部泼到我身上。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我手里还有一个最致命的证据。就在李静的长文热度最高的时候，我用一个刚注册的小号，把那段在卫生间录的音发到了网上。录音一出，全网哗然，所有的反转，所有的辩解，在这段录音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平台直接瘫痪了半个小时。孕妇为给弟弟还债，故意流产讹钱这个话题，以火箭般的速度冲上热搜第一，后面跟着一个鲜红的豹字，网友们彻底愤怒了。李静的长文瞬间被网友骂得删除，他的所有社交账号都被网友举报封禁，之前帮他说话的水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赵斌看到录音的时候，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他立刻给李静打电话，可是电话打了无数遍都没有人接。而此时的我根本没有心思关注网上的风波，因为今天是西大项目提案的日子。我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拿着熬了无数个夜晚才打磨好的方案，和陈默一起走进了西大的会议室。会议室里坐着西大的校长、书记，还有各个院系的负责人。赵斌也坐在那里，脸色苍白，眼神躲闪。轮到我上台的时候，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文件。我没有照本宣科的念稿子，而是结合西大的历史文化和办学理念，从品牌定位、内容策划、
活动执行3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我的方案，还准备了很多具体的案例和数据，直观地展示了方案的可行性和预期效果。整个提案过程，我自信从容，条理清晰，对评委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对答如流。台下的评委们频频点头，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而赵斌全程低着头，一句话都不敢说。他本来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方案，想在我讲完之后补充几句，可是看到我的方案之后，他根本就不敢拿出来了。提案结束后，评委们当场进行了投票，我的方案全票通过。西大的校长站起来，握着我的手，季小姐，你的方案非常出色，我们非常期待和你的合作。谢谢校长，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好这个项目。回到公司，经理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了，他当着全部门同事的面公开表扬了我。季晴同志这次表现非常出色，为公司赢得了西大这个重要项目。经理宣布提拔我为项目组长，负责西大项目的全部执行工作，月薪上调30%，另外奖励现金2万元。办公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同事们纷纷向我道贺，眼神里充满了敬佩和羡慕。我看向赵斌，他站在角落里，脸色铁青，眼神怨毒地看着我，双手紧紧攥成了拳头。我对着他淡淡的笑了笑。网上的风波愈演愈烈，李静彻底成了过街老鼠，他的住址、电话、工作单位全部被网友扒了出来，每天都有无数辱骂电话、短信打进来，家门口被扔鸡蛋、烂菜叶，邻居们都联名要求他搬家，而他的家里更是鸡飞狗跳。他婆婆听完那段录音之后，才知道儿媳妇居然计划牺牲孩子去给不成器的小舅子还债，她气得浑身发抖，和李静大吵了一架。你还是人吗？那是我的大孙子，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我也是没办法啊，那是我亲弟弟，我总不能看着他被人打死吧？再说了，孩子不是还没掉吗？王磊认为李静太狠心，要跟他离婚。我不能和一个连自己孩子都能牺牲的女人过一辈子。说完，他摔门而去，再也没有回来。他婆婆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丧门星，倒了8辈子霉，让他赶紧滚。王家不欢迎他，李静的娘家人也来了，可是他们不是来安慰李静的，而是来要钱的。小静，你弟弟的债马上到期了，你赶紧想想办法，要是再还不上钱，李强真的要被人打死了。李静在电话里崩溃大哭，说她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所有人都在骂她，王磊要跟她离婚，婆婆要把她赶出去，她连工作都快保不住了，她哪里有钱给他们？她的妈妈在电话那头也哭了起来，要是她不管弟弟，他们就都不活了。一家人吵成一团，最后不欢而散。李静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看着满地的狼藉，终于嚎啕大哭。可是没有人同情她，这一切都是她自己造成的。而另一边，赵斌的日子也不好过，总公司已经收到很多举报信，要求彻查他的违纪行为。赵斌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总公司的调查组下来。可他万万没想到，第一个给他致命一击的人，居然是赵莹莹。赵莹莹入职了一家新媒体公司，做了半个月的兼职，慢慢稳定下来。他一直没有忘记赵斌怎么开除他。这半个月来，他一边工作一边收集赵斌的黑料。他在公司工作了半年，对赵斌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知道他安排亲戚进公司，虚报差旅费，拿私人开销报销，还吃回扣，和供应商勾结捞钱。他把这些证据整理成详细举报信，附上所有转账记录、发票、聊天截图，直接发给总公司纪检和董事长邮箱。总公司董事长看到举报信之后勃然大怒，立刻成立了调查组，连夜赶到我们公司，并全面调查赵斌。调查组的效率非常高，仅仅3天时间就查清了所有违纪，证据确凿，无可辩驳。下午公司召开全体员工大会，总经理当众宣读对赵斌的处理决定。原运营部主管赵斌利用职务之便，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影响。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开除赵斌，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话音刚落，会议室响起雷鸣般掌声，所有同事都松了一口气。这个作威作福很久的主管终于被开除了。赵斌站在台上面如死灰，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栽在一个外包员工手里。散会后，赵斌收拾好东西，灰溜溜地离开了公司。他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送他，所有人都低着头，假装没看见。这就是他应得的下场。赵斌被开除后，李静彻底失去靠山。他本来还想在家远程办公，混工资混产假，可是新上任的临时主管根本不吃他那一套。新主管上任第1天就发了通知，所有在家办公的员工必须3天之内返回公司上班，否则按旷工处理，连续旷工3天以上直接开除。李静没有办法，只能拖着还没养好的身体回到了公司。可是他回来之后才发现一切都变了，没有人在围着他转，没有人在帮他做任何事。他的工位被调到最角落，靠近垃圾桶，又吵又臭。他之前负责的自媒体账号因为数据太差，被公司决定停运。新主管看着他手里空空如也，直接把他调到了后勤部，负责打扫卫生、收发快递、订外卖。李静，这是后勤部的工作安排，你看一下。
如果你觉得做不了，可以辞职。我不做，我是运营部的，我凭什么去后勤部？运营部已经没有你的岗位了，那个账号已经停运了。你在运营部没有任何价值，要么去后勤部，要么辞职，你自己选。李静咬了咬牙，他不能辞职，他现在和王磊正在闹离婚，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如果再失去这份工作，他就真的活不下去了。最终他只能忍气吞声，接受调岗。从此以后，公司里多了一个挺着大肚子打扫卫生的孕妇。每天早上他都要第一个到公司，打扫所有办公室，倒垃圾，擦桌子，然后给全公司的人订外卖，收发快递。下午还要打扫卫生间，拖地。以前都是别人伺候他，现在轮到他伺候别人了。同事们都没有同情他，大家都记得他以前怎么使唤人，怎么欺负别人，这都是他应得的报应。赵斌被开除之后，我因为工作能力突出，被临时任命为运营部代理主管，负责部门的全部工作。我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革了部门的管理制度，我废除了赵斌之前不合理的规定，我还成立了员工意见箱，认真听取每一个同事的建议。在我的带领下，运营部氛围变好，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越来越高，7大的项目也进展得非常顺利，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评价。公司上下没有人不佩服我。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人群，心里无比平静。上辈子我在这里受尽了委屈，最终惨死街头。这辈子我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不仅摆脱了悲剧的命运，还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都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李静、赵斌、赵莹莹，他们的人生因为自私和贪婪走向了黑暗，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的身上，温暖而明亮。我知道未来还有很多挑战，但是我不怕，因为我已经学会了保护自己，学会了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属于自己的一切。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日子像指尖的流沙，悄无声息地划过，转眼就是1年。这1年里，我带领运营部打了一场又一场漂亮的胜仗，7大的合作项目圆满收官，不仅超额完成预期目标，还帮公司拿下另外3所高校的年度合作。年底的公司年会上，我正式被任命为运营部经理，成了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经理。我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建立了公平透明的绩效考核体系，能者上，庸者下，只要有能力，哪怕是刚入职的新人，也能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曾经死气沉沉的运营部，如今成了公司最有活力的部门，业绩最好的部门。同事们不再勾心斗角，不再互相推诿，大家拧成一股绳，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老周笑着说，自从我当了经理，大家上班都觉得开心多了。以前在赵斌手下，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生怕哪里做的不对就被穿小鞋。现在好了，只要好好干活，就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我笑了笑，心里也很感慨。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经理，上辈子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安安稳稳做好自己的工作，和陈默结婚生子，过平凡幸福的日子。是那些伤害过我的人，逼着我变得强大，逼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除此之外，我的感情生活也顺风顺水。陈默一直默默支持我的所有决定，我加班他就来公司陪我，我出差他就帮我收拾行李，每天晚上准时打视频电话。我遇到挫折心情不好，他就带我去吃好吃的，陪我散步散心。他从来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却用实际行动给了我最踏实的安全感。求婚那天是我们相识3周年，他没有搞什么盛大的仪式，只是包下了第一次约会的小面馆，还是原来的位置，还是原来的2碗牛肉面，加蛋加肠。吃完面，他从口袋掏出丝绒盒子，单膝跪地看着我的眼睛。季晴，我没有很多钱，也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是我保证这辈子我都会对你好，永远不会让你受委屈。嫁给我好吗？我看着他眼里的真诚和紧张，笑着点了点头，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他小心翼翼把戒指戴在我无名指，然后站起来紧紧抱住了我。面馆的老板和客人都鼓起掌，我靠在他的怀里，闻着他身上熟悉的洗衣液味道，心里无比安稳。上辈子我死在28岁的夏天，连一场像样的婚礼都没有。这辈子我终于等到了那个愿意用一生来爱我的人。我们开始筹备婚礼，没有铺张浪费，只是邀请了双方亲友和同事，一切都简单而温馨。偶尔我也会听到那些人的消息，李静生下了儿子，最终还是和王磊离了婚，并且因为讹人的事，他拿不到抚养权。离婚的时候，李静几乎净身出户，房子是王磊婚前买的，存款也被他偷偷拿给弟弟还债。他带着一个行李箱搬出了那个充满争吵的家，他没有回娘家。他的父母和弟弟见他没有了利用价值，早就不想管他了。李强最终因为诈骗和故意伤人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李静的父母把所有过错都怪在了李静头上，说他是丧门星克了弟弟。李静从公司辞职了，听说他后来换了好几份工作，都做不长久，因为故意流产讹钱的事在本地职场圈早就传开了，没有公司愿意要他，他只能去打零工，在餐厅洗盘子，在超市当收银员，勉强维持生计。有同事在菜市场见过他，说他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蹲在地上和小贩讨价还价，再也没有了当年颐指气使的样子。赵斌的
的日子也不好过，被公司开除后，他因为有违纪记录，在整个行业都找不到工作。以前那些称兄道弟的朋友，现在都躲着他走。他试过自己创业开小超市，结果因为经营不善，不到半年就倒闭了，还欠了一屁股债。他的妻子也和他离了婚，带着孩子走了。40多岁的人一事无成，妻离子散，还欠着外债，只能靠打零工度日，每天风里来雨里去，过得十分落魄。至于赵莹莹，她离开了这座城市，在新媒体公司做得很好，凭借自己的努力，从文案助理升到正式文案策划。后来公司在深圳开分公司，她主动申请调了过去。临走前，她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向我道谢，我回了她一句：祝你一切顺利。过去的恩怨就让它随风而去吧，我不想再和这些人有任何牵扯，也不想再被过去的事情打扰。婚礼前1周，我回了一趟老家，这是重生后我第一次回家。上辈子出事的时候，我曾经打电话向父母求助，得到的只有劈头盖脸的责骂。那时候我绝望透顶，连最后的退路都没有了。可是这辈子一切都不一样了，那些事情根本没有发生，父母还是那个爱唠叨的父母，只是我心里始终有一道坎迈不过去。推开家门的时候，妈妈正在厨房里忙活，看见我回来，她愣了一下，手里的锅铲差点掉在地上。她擦了擦手，快步走过来，上下打量着我，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妈好给你准备点好吃的。我看着她鬓角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心里一阵酸涩。记忆里她的头发还是乌黑的，什么时候白了这么多？想回来看看你们，顺便说一下结婚的事。妈妈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转身就往厨房跑，说要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红烧肉。爸爸从里屋走出来，看见我站在门口，他顿了一下，然后默默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箱，什么都没说。但我看见他的眼角有些湿润，看着他们忙碌的样子，我忽然想起上辈子的种种，那些冷漠，那些责骂，在这一刻显得那么遥远。其实仔细想想，他们只是普通的农村父母，没有读过什么书，不懂得怎么表达爱，遇到事情只会着急上火，说出来的话也不中听。上辈子他们做的不够好，可那些事情这辈子根本没有发生。我不能因为没有发生的事就一直对他们心存芥蒂。我放下筷子，看着他们，爸妈，谢谢你们把我养大，这些年让你们操心了。妈妈愣了一下，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爸爸咳嗽了2声，声音有些沙哑。晴晴，爸这辈子没什么本事，没给你创造多好的条件。我摇摇头，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我已经很幸福了。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好好说。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有话都憋在心里。妈妈使劲点头。好，以后有什么事都跟妈说。妈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能给你出主意，壮胆。那天晚上，我们一家3口聊了很久。我靠在妈妈的肩膀上，感受着久违的温暖，心里那道坎儿在这一刻悄悄放下了。婚礼那天，爸爸穿上了他压箱底的西装，妈妈穿上了新买的旗袍。他们坐在台下，看着我挽着沉默的手走过红毯，眼里满是欣慰和幸福。当司仪问父亲是否愿意将女儿交给新郎的时候，爸爸站起来，声音有些颤抖：我愿意沉默，我把女儿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沉默郑重的点头：叔叔您放心，我会用一辈子对她好。我看着爸爸红了的眼眶，看着妈妈不停擦眼泪的样子，心里涌起无限感动。婚后有一天，我和陈默去商场买东西，走到商场门口的时候，一个穿着破旧工装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沓传单，挨个向路人发放。他的背已经有点驼了，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10岁。是赵斌，他也看到了我，四目相对的瞬间，他愣住了，手里的传单掉了一地。他看着我身上得体的裙子，看着我无名指上的戒指，看着我身边温柔体贴的陈默，眼神里充满了羞愧、悔恨和不甘。他张了张嘴，似乎想打招呼，最终却什么也没说。他低下头，默默地捡起传单，转身匆匆走开了。我没有上前打招呼，也没有丝毫的幸灾乐祸。他的落魄是他自己造成的，他当初有多嚣张，现在就有多狼狈，这都是他应得的报应。而我的幸福是我自己挣来的，是我这辈子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出来的。我牵着陈默的手，转身走进了商场。阳光透过玻璃穹顶洒下来，落在我们身上，温暖而明亮。走出商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华灯初上，街道上车水马龙，霓虹闪烁。我们并肩走在人行道上，晚风轻轻吹过，带着夏天独有的花香。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那个路口，就是上辈子我被推到马路上，被货车撞死的那个路口。我停下脚步，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车流，心里百感交集。1年前，我就是在这里，带着无尽的怨恨和不甘，结束了短暂而悲惨的一生。1年后，我还是在这里，牵着爱人的手，即将走进婚姻的殿堂，拥有光明灿烂的未来。命运真的很奇妙，能靠自己的努力过上想要的生活，真好。上辈子我总是太在乎别人的看法，总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总是把别人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善良热心，就能换来别人的善待，可我错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就是软弱，你的好心在有些人眼里就是理所当然，你的退让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这辈子我学会了拒绝，学会了硬刚，学会了保
保护自己，我不再为了讨好别人而委屈自己，不再为了所谓的同事情分而无底线迁就。我终于明白，人生在世，最应该讨好的人是自己。男友看出我的心事，出声安慰。都过去了，以后有我在，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都过去了，那些曾经的伤痛都已经随着上辈子的死亡烟消云散了。现在的我有热爱的事业，有相爱的人，有光明的未来。我牵着沉默的手继续往前走，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前路漫漫，亦有灿灿。那些打不倒我的，终将使我更加强大。那些曾经的阴霾早已散去，我的未来一片坦途。